我明明是个炮灰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被男主无情吸引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曾经跪舔男主的高冷总裁，如今却时刻关注我的动态，一直看我不爽的青梅校花，天天都在忙着悄悄尾随我。就连前世害的集团破产的姐姐，现在都恨不得每天和我贴贴。看着我和宋婉柔双人合作的视频，晨曦眼睛一亮，心中打起宋婉柔的主意。宋墨，你的姐姐是我的。这2天我一直在练武，很快就修炼到了武术入门的境界。比起钢琴，武术技能熟练度的提升要难上许多，而且每提升几点就要挨上一顿揍。但目前武术并不是迫在眉睫的技能，所以我并不着急，现在能打得过安以诺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也会回去学校。安以诺原本端端正正的坐在教室里面上课，忽然心有所感，抬起头来，看见那个让他心心念念又气得咬牙切齿的家伙。等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小声的冲我冷哼了一声，见我没搭理他，安以诺的内心小宇宙又要爆炸了。我现在可是学校里面的名媛，魔都大学的学子在了解到我的事情后，对我简直是奉若神明，甚至还专门创建了一个社团叫做爱墨协会。我本意是低调回到座位上，无奈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同学们随即齐刷刷的回头。宋墨终于回来学校了，原本安静的课堂上瞬间嘈杂起来。我有些心虚的看向高数老师，高数老师清清嗓子，向来古板的他难得开了一个玩笑，看来比起高数，还是帅哥更加吸引同学们一些。话说宋墨同学现在也是名人了，看在同学交情上，找你要个签名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？我讪讪一笑，外面的媒体都是在瞎吹嘘，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生，又不是什么大明星，说签名这些太埋汰我了。同学之中有人嚎了一嗓子，那不行，这可是活生生的天才少年，世界级大师候选啊！这个签名我是要当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的。宋墨，你不会想要赖掉我的传家宝吧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顿时发出一片哄笑，很多人开始附和，就是宋墨，我们的爱墨协会可不能连签名都没有啊！于是，在高数老师的指挥下，我给全班每人一个签名，签完才上课，其他人都好。轮到安以诺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的想要避开，但被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这家伙还要我签在他的衣服上。最后班级恢复秩序，高数老师似笑非笑地看向我，宋墨，你2个星期没来上我的课，也不知道功课落下了多少。我出一道题，你上来写写看。卧槽，就知道高数老师不是什么善茬，自己打搅了他的课堂，他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的放过自己？好在我早就已经刷好了学习精通的技能，对我来说，课本上的知识没有什么难度。高数老师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刷刷的写下一道题目，拍拍手道：“这道题很简单的，用学过的知识能解出来。”我一眼看去，顿时满头黑线。老师，你确定这是我们学过的吗？这学期根本没有学微积分啊！我看着黑板上面的题，皱眉回想着关于微积分的知识点。高数老师心里乐了，这道题确实可以用微积分的解法解出来，但是他自己解了1个星期都没解出来。我站在黑板思考了足足5分钟，就连一个解字都没有写。高数老师满意一笑，敲打小年轻还是很有必要的，年少得意最容易骄傲自满，将来可能走不长远。再给你5分钟，要是还没思路那就下去吧。我依旧没有说话，全班都觉得我可能是要面子在死撑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嘲笑我，因为这题全班没人会，只有安以诺像是发呆一样看着我，被我脑海中乱七八糟的高数知识给弄得晕头转向。哼臭宋墨还挺厉害，没准还真能解出来。夏柔则坚定相信我，毕竟我已经带给他太多的惊讶。果然就看见我开始动笔，行云流水一般将答案写完，然后手指轻轻一弹，粉笔完美落入粉笔盒中。高数老师连忙走到黑板前，仔细的看着黑板上的解答，越看越震惊，最后直接眼巴巴的看着我。宋墨，要不你还是弃文从理吧，没准你小子未来还是数学界的一个人才。同学们真的酸了，宋墨到底是什么天选之子啊？钢琴弹得好就算了，为什么学习成绩也这样好？有同学反应过来道：“老师，你这道题是不是已经超纲了？我根本看不懂这个微积分是怎么解出来的。”高数老师叹了一口气，也不是什么难题，都是你们学过的知识点，只是稍微有点难解而已。有多难解？一个女生忍不住问道。我解了1个星期没解出来。高数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让全班同学倒吸一口凉气。高数老师都没能解出来，宋墨10分钟不到就解出来了，岂不是宋墨比高数老师还要强？下课后我被高数老师叫到办公室，夏柔连忙拿起我的高数书翻看起来，发现我的书上根本没有做笔记，但是所有的题目都写了。突然感觉耳朵有点痒，她抬起头发现安以诺正站在自己的旁边，安大小姐正盯着我的课本看。夏柔表情古怪，她真的有一种感觉，这个安大小姐好像对我很感兴趣，很期待能和我接触，想了解关于我的一切，但是又不太像是喜欢我的样子。安以诺故作随意道：“我就是随便看看，没想到宋墨还挺厉害啊。”夏柔一脸黑线，姑娘你听听在说些什么。放学回到家，我打开系统商城查看声望值，我现在拥有整整1000万的声望值，并且声望值还在不断的上涨。声望值能够用来购买系统商城的东西，也能够用来抽奖。我查看了一下商城的物品，顿时吓了一跳：隐身衣、竹蜻蜓、万能钥匙、洗髓丹、驻颜丹、屁股丹，应有尽有，强到离谱。手握1000万声望值的巨款，我瞬间膨胀起来。仔细浏览和选择之后，洗髓丹50万声望值拿下，大还丹50万声望值拿下，龙虎壮骨丸药方100万声望值拿下，五禽戏500万声望值拿下。相信谁都不如相信自己，只要我武力值强大到一定的程度，除非是被核打击，否则耶稣都拿不走我的小命。洗髓丹洗毛法髓，重返先天之气。大还丹生命垂危时可吊住性命，若未受伤，药力完全转化为精纯元气，强身健体，增长功力。我先将大还丹收了起来，然后直接服用洗髓丹，随即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动，我面色一变，连忙朝着厕所跑去，毛孔处也不断的溢出来带着药香的杂质。我顺便洗了个澡，感觉皮肤都好了很多。晚上我翻看自己的快手账号，在享受到声望值带来的好处之后，我也清晰的认识到声望值的重要性，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自然成为重中之重。在现在的这个网红时代，抓住流量最快最迅捷的方式，始终都是抛头露面，活跃在公众眼前。我现在坐拥几百万的粉丝，但是作品只是可怜的4个，还是少了些。于
于是我给夏柔发去一个消息，约她和夏雨明天下课到学校的咖啡店小聚一下。第二天下课，我正准备按照约定和夏柔一起去往咖啡馆，没想到辅导员找到我说是有事，我只好让夏柔先走，跟着辅导员来到办公室。没想到班主任、院长还有校长都在，看见我，几人都是面露欣慰之色，因为这几天妖孽少年宋墨走红的消息，连带着魔都大学官方账号都涨粉无数。院长率先开口，这些天我们学校可是火出圈了，都快成为网红大学了。宋墨同学，最近学校功课还跟得上吗？多谢老师关心，功课我都能跟上。我很好奇，巴黎大剧院里面听你弹奏的都是什么人？你当时是什么心境？李斯特大师为人好相处吗？你是怎样做到这样优秀的？哈哈，不用回答，我其实还是惊讶罢了。校长也是仔细的打量着我，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得了用，得了这样大的荣誉也不骄傲自满。我今天居然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看见宠辱不惊的品质。宋墨同学，你是好样的。我谦虚微笑回应，心中估计着学校方面应该是想要褒奖自己吧，大概会给自己保研名额、荣誉证书、奖学金、学分。说实话，这些我都不是很稀罕。果不其然，很快班主任就说了学校方面给予我的奖励，和我想的大差不差。我果断拒绝道，我家庭条件还算是不错，奖学金就不需要了，留给其他同学吧。有世界级别的证书在，别的荣誉证书也不必了，保研名额也给其他同学。我思索片刻道，几位老师，既然你们都在，那我也就说说我心中的想法。我想退学。此话一出，简直是将大家害得不行。不行！魔都大学校长断然拒绝。要是让这样一个年少有为，乃至给魔都大学带来莫大荣誉的年轻人退学，那他将何以自处？我没给几位老师教育自己的机会，很快说道，几位老师，不瞒你们，其实我是个天才，学校的功课我已经学完，留在课堂上也是浪费时间。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被耽误。说着我瞟了校长一眼，我这样说其实是以退为进，希望学校能给自己特权。